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今今天呢，就有风来教你怎么样用 Teachable 的话来创建你的在线课程。Teachable 的话，它是一个好东西，那用它的话，你就可以轻松搞定你的在线课程。那没有复杂的技术，你要做的话就是上传你的课程内容，然后定个价格，然后再稍微调整一下你的销售页面，然后就可以准备发布你的在线课程了。我的目标是让你在看完本期的视频以后，就能把所有的设置的话全部搞定。然后的话就可以开始你的在线课程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我会尽快回复你。那话不多说，那首先我们来到 Teachable 的官方首页，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按钮，开始免费试用。那这个链接的话，有风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来，那边看边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格。Teachable 它提供了一个免费版，那免费版的话，我卖的课的话，它会收10%的一个交易费。你可以发布一个产品可以上传10个课程，你还可以招收10名学生。那如果是39美元一个月的话，就有5%的一个交易费，可以发布5个产品。如果是119一个月的话，里面的课的话就没有交易费了，也可以发布50个产品。那199美元的话，也没有交易费，可以发布200个课程。前期我们刚开始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免费版本先试用感受一下。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免费版开始，我们选择这个开始，或者说你在首页直接点这个右上角这个开始都可以。这里的话填入你的所有的一些信息，第一个填一个你的名字、邮箱、密码等等，填好以后点击这个开始注册，我们来填一下。好，这里勾上，然后这里点创建账号。Teachable 的话，它还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如果你在30天以内觉得这个不适合你的话，如果你付费了的话，都可以申请退款。这个的话还是比较人性化的。然后这里的话，你填一些关于你的一些信息。这里必须要填了以后的话，才可以进行下一步。你点击下一步。好，这里的话它有说明，这里翻译给大家看一下。免费版本它提供的一些功能，每种类型的话可以发布1个产品，可以上传10个课程，可以招收10名学生，然后交易费的话是1美元，然后再加上10%的一个交易费。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对比一下它的其他计划。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按钮开始。这里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产品。第一个的话就是在线课程，第二个还可以一些虚拟产品的一个下载。第三个的话就是1对1的一个私教社区的话它还没有开放。我们今天选第一个在线课程，然后这里点击继续。好，现在我们就来到 Teachable 的一个后台。首先有风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它后台的一个大概的一些功能。这个按钮就是开始。这里的是它的一些官方的一些信息，这里有官方的一些教程。那我们首先看这个 Dashboard， 就是一个后台的一个首页，我们点一下它。在这里面的话，当我们课程上线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课程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最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它叫你去验证一下你的邮箱。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邮箱，点一下我们的邮箱。我们先把我们这个邮箱给确认一下。好，这里已经确认好了，我们再刷新一下，上面就不会有这个显示了。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后台的一个首页。如果你的课程上线以后的话，可以看到每天的一个数据。我们再来看这个用户。用户里面可以看到你里面有多少学生，可以看到你有多少成交。这个的话就是如果有人提供了他的邮箱的话，在你课程里面提供了他的邮箱，你这里看得到你的邮箱。这 Only 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管理员，这里还有一个作者。这个作者的话，如果你还有其他课程，如果是其他老师上的课，你也可以增加其他老师的一个课程。不过这个的话，免费版用不了，那就需要升级你的计划才可以。这里还有它的联盟营销，你这个课程的话，可以直接在它里面创建联盟营销，叫其他人来帮你推广你的课程。这个也是需要付费会员才可以用。这个的话是设置一个管理员的角色，用的比较少。继续往下面看这里还有一个站点，站点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我们站点的一个主题，我们站点的一个域名也可以设置还可以设置我们的导航栏，设置我们的一个优惠码比如说你要搞活动、大型节日的时候，你可以点这个 coupon 设置优惠码。这个 bios 就是简介，这个页面的话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课程的大概的一些页面，这里看得到，这里可以看到评论这个。那这里下一个的话就是一个销售的页面。那销售的页面如果你有成交的话，这个地方就可以显示那卖了多少钱。那这里的话可以看到一个这个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些收益表，里面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一些交易的一些数据。这里还有一个追加销售，比如说你这个课程买了你这个课程，还有买其他课程的话，那可以在这里面看到你的一些追加的一些销售报告。那这里还可以电子邮件，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的话给我们的学生发送电子邮件。接下来就是这个设置设置里面可以设置我们很多信息，那后面的话有空会详细给大家讲解这个是课程。那课程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的一些内容。那课程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创建一个课程，那等一下有空会详细教大家这里还有一个私教这个私教的话，那如果你有1对1的课程的话，你可以启用这个数码下载，这个我们今天用不到，我们这里就不用说了。那首先我们今天从这个课程这里开始为大家讲解，点一下这个课程这个里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课程，我们点一下它创建。那这里我们的课程呢取一个名字，那你的课是做什么的，你可以写一个课程的名字。这里的话它现在还可以用 AI 的话还可以帮你写，那这里也可以勾上这个 AI。那课程的话，比如我们的课的话是关于一个 YouTube 的一个新手教程，那我们来试一下。那有空这里只是举一个例，那 YouTube 的新手教程，然后点击这个继续创建。这里创建的方式有3种。那第一个的话是从空白开始创建，那第二个的话可以用 AI 帮我们创建。Teachable 它现在里面也引用了 AI 技术可以通过 AI 的话可以很快的帮我们创建好。那第三个可以通过上传文件来创建我们的一个课程大纲这个的需要会员，那我们今天用不到，我们先不管它。我们今天从一个空白初始的页面来教大家你学会了这个以后的话，那后面这个 AI 的话它都非常简单，我们可以 AI 生成以后我们也可以稍作更改。那今天我们先用这个从一个空白页面进行创建。那这里就来到我们课程的一个设置的页面。那首先我们点一下左边这个 information 信息，那这里有个基础的一些信息设置，那这里是我们课程的一个名字这里还可以填入你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简介这里可以传入我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图片的话，它这里给你要求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1920乘一个1080这或者说3840乘一个21乘一个2160，那都可以了。那比如说有风来上传一张，你可以先在你的电脑上把这个图片做好直接上传进来这就有风比如说之前做的一个封面图，我们来试一下。这样的话图片就已经上传进来了。上传以后一定要点一下右上角这个保存。那如果你不点的话，那等一下刷新就不见了手机端的话你也可以单独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封面图，直接可以替换。同样的话可以把刚才这张照片的话给传进来点击 upload 上传。那这里还可以背景颜色的话灰色我们可以不用管它就让它这个样记得点一下这个保存。那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作者的一个信息作者信息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创建一个新的一个作者，也就是我们老师的话创建一个简介，我们点一下它。好，进到这个简介页面，我们可以点击右边这支笔稍微更改一下，我们可以增加一张那我们讲师的一张照片，可以直接点击这个从我的电脑上上传一张比如说有风这张照片我就把它传进来，我点击上传，图片上传进来，这里还可以写一个你的名字，老师的名字。那里面的话你也可以填一个你的个人的一个简介。那填好以后的话直接点击一个保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设置好了。再回到这个页面，可能刷新一下，这下面就会显示如果你刷新以后这里没有显示的话，你就稍等一会儿等一下它就会显示出来这里有风，这里已经有了。头像的话还没出来，我们就稍微等一会儿，它等一会儿就会有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设置课程的一些设置。这里可以选择你是否需要隐藏或者显示你的一个产品，可以点击这个按钮。这里可以进行一个分类，那你的一个页面的话，你的产品分类，那比如说我这里可以分一下，比如说我可以有一个 YouTube 的一个教程比如说你还有其他课，比如说你还有 PS 教程等等，这里你可以设置，那里还有 AI 教程等等，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加入我们的一些分类。这个地方有一个课程的翻译给大家看，刘峰装的这一个是一个刘峰装了一个沉浸式翻译，如果英语不好的话建议大家装一个。
这里它是一个课程的一个，它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就是要求学生完成某些课程的操作，才可以继续学习下一课。那比如说第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按照顺序，一课一课的看完才能看下一课。观看90%以上的视频，就是这个视频你要观看完90%以上，你才能跳到下一课。或者说你必须要参加完考试以后，你才能进入下一课。的话需要一个付费会员才可以用，免费的话是用不了的。接下来的话可以设置一个课程的一个访问权那你可以点击右边这个按钮进行一下设置。第三个的话就是视频设置，里面的话可以启用，比如说自动字幕，这里面可以选择自动字幕的一个语言，这里面的可以选择。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进行一个课程的一个设计，我们点击这个课程，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到这个课程设计页面。New section 的话，New section 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话里面的话，你可以放上New section 的话就相当于你每一章节里面。一个章节里面可能包括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二个章节的话，你可以设置第二个章节、第三个章节、第四个章节等。有空的话，今天比如说我要开一个 YouTube 的一个新手教程，我需要一个大纲。如果你自己不会写的话，那你可以问一下 GPT 比如说我叫 GPT 帮我写一个课程大纲，内容是关于 YouTube 的一个新手教程。GPT 的话，它就可以帮我们写好比如说第一章就是介绍这个 YouTube 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如果你做了其他课，那你把我这个 YouTube 新手教程改成你的，比如说 Python 教程或者 PS 教程等等都可以。现在有 AI 的帮忙的话，我们做课的话效率会提升非常多。我们回到这边，这个地方的名字的话，我们可以重命名一下，点击右边这个重命名，调注介绍 YouTube 平台我们的第一章。这里你可以点一下新的课。新的课的话，比如说第一章了解什么 YouTube 的历史和发展保存进来。第二课的话就是探索 YouTube 社交媒体和商业价值。我们可以再点加新的课程等等。后面的话，第二章你还可以增加一个新的章节。比如说我点击这个增加一个新的章节，我可以来设置一下创建 YouTube 账户或频道，比如说是这个样子保存一下。里面你又可以新建一些课程，你只要点击这个加号新课就可以了。创建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复制过来把它同样的话粘贴进来保存一下。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可以保存一下以此类推，把我们所有课的一个大纲你都可以这样的话添加进来。顺序的话你可以拖动这个进行一个移动更换都没有问题。右边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可以重命名，可以复制，比如说我要复制一下它，点一下它它又可以复制一下这个课程不需要的话就取消点击这个3点，你不需要这个你就把它删掉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具体的一个课。我们怎么设置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了。我们也可以先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我们可以预览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点击预览的话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还没设置好。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比如说第一章节，我们来设置一下具体的页面，我们点进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内容。我们点击增加按钮，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的话给传进来。增加按钮的话，这边可以增加文字、图片、视频PDF 文档声音，或者8类图片，或者你的一些资源比如说你课程所需要用的一些资源等等，还可以增加测试等等。我们先从这个，首先我们肯定需要一个视频，我们点击这个视频，我们点击这个像电脑这样从我的设备上进行上传，或者说你可以先放到你的 Google 网盘里面提前放在里面。今天我们就从本地直接上传进来点击这个加号，可以把你的一个课程直接传进来。有风这个只是随便做了一个视频，仅供大家参考一下你知道这个流程就可以了。点击这个按钮上传。同时的话你也可以多上传几个 up more， 你可以一次性上传多个文件也没有问题直接点击上传。好，这个就是我们上传进来的一个视频。上传进来以后它需要处理一会儿你才能看得到。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发布。好，这个时候课程已经发布了，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预览一下。这就是我们课程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页面。
在左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刚才设置好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大纲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等等等等。那这里的话，那它视频的话正在处理，那等一会儿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你也可以设置你这个视频的话是否允许评论如果允许评论的话，你就把这个按钮打开打开以后的话，我们再来预览一下下面的话就会多了一个评论的一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可以，那你的学生的话就可以在视频下面进行一个评论。那下面的话可以增加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再点这个增加，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文字区域。那文字区域的话，比如说你有一些文字区的话，可以增加链接。那如果你有一些课件可以跳转到第三方网盘里面去下载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课件素材下载链接这里的话可以链接的话，你可以把它比如说下载链接圈上加粗一下这里的话可以填入你的一个下载地址，比如说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下载地址有风只是举例这个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Hello， 兄弟们，我是有风今天呢，有风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形象教大家做一个会说话的一个动物人物。如果你不想出镜不想Hello， 兄弟们，我是有风今天呢，有风好，然后把我们的链接直接暂停一下，点击一个保存全部右下角的话可以点击一个保存这里还可以编辑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这里多了一个 AI 助手，AI 写作助手的话，它只支持英文中文不支持的话，我们就要 GPT 直接帮我们生成吧这里全部弄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保存以后，我们再在这个页面刷新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课程的话加进来已经可以了，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如果你不想出镜不想这就是有风刚才传进来随便传进来的一个视频现在的话它已经有了已经处理完成了。Hello， 兄弟们，我是有风今天呢，有风给大家带来可以，这个课程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显示方式我们刚才加的一个链接，比如说我们刚才加的字的话这里的话它已经有了，比如说我们点一下它就会跳转到你指定的页面，是这个页面。同样的话下面还可以加其他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加号，点击这个增加内容，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 PDF 文件。如果你有 PDF 文件，你也可以同样的加进来点击这个加号可以从你的电脑上，比如说这是我有风随便做的一个 PDF 文档，可以把它直接上传进来。这样的话我的 PDF 文档的话也加进来以后的话，你可以刷新一下预览一下效果这里的 PDF 大家看到有风的 PDF 文档这里也可以加进来里面加的内容很多还可以增加按钮，还可以增加一个声音增加其他等等，你增加一些其他资源等等我们下面的话还可以增加一个测试页面。当同学们比如说看完我的视频以后可能我有一些测试的题它这里还有个 AI 测试题 ，AI 可以帮你写一些测试题。不过目前只支持英文中文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手动来加。我们点击这个测试这里的话可以输入你的问题下面的话可以输入答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可以交给 AI 来帮我们写一下这些题。那刚才的话就是一个 YouTube 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大纲这个时候我把这个提示语发送给他，我说内容请根据以上内容帮我出几道选择题这样的话你看 GPT 真的太厉害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Ctrl加 C， 然后的话回到页面了，这样子这上面是问题。那关于 YouTube 账户的注册，以下哪项描述是正确的？比如说我们把它直接复制进来，这是 A， 这是 B， 这是 C， 这是 D。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题的话就做好了。那你后面的话你可以勾选一个正确的答案。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是我们正确的一个答案，我们把它勾上。然后的话，你比如说你还其他题的话，你也可以点击这个新的问题，继续增加新的问题。全部弄好以后，到这里可以点击一个保存。这样的话，我们题的话就已经显示出来了。那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页面来看一下，我们刷新看一下效果。好，这里的话，比如说你上面看完视频以后下面的话就会有一些题关于 YouTube 账户以下哪个正确的比如说我选的 A 因为刚才我设置 A 是正确，我检查一下，你看这个 A 就是对的，那说明这个题做好以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继续，那我们也可以做下一道题。整个页面其实设计起来还是非常的简单。这个页面设置完成以后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的按钮回到我们这个页面，那我们还可以继续点击这个 New Section 的一些章节，增加一些新的课程进来。
然后它下面这里有个证书，那比如说当你的学生那毕业以后的话，你要给他发一个证书，那你可以在这里面设置。那这个设置的话需要一个会员，那如果不是会员就设置不了。我们往下面走，这里有一个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可以来对我们的课程的话进行一个定价。那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增加一个价格计划。计划的话分为4种，比如说免费一次性付款，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按月付款，或者说订阅付款等等。那今天比如我们选这个，先选这个一次性的购买 one time。你这个课程多少钱？你这里可以定一个价，比如说299。这里可以填一个课程的名字，一次付款，终身免费观看。一次性付款，终身免费观看等等。下面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可以设一个简单的标题等等。那下面的话你也可以设置一下价格，对这个价格上面的一些描述。那比如说你可以进一步对这个付款的话，对这个付款的话进一步阐述。右边会显示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式。弄好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增加。当然的话，你还可以增加多个付款计划。比如说它也可以按月付款，点击这个按月付款。那价格的话，价格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按月付款的话，可能就要贵一点。那比如说，如果你按月付款的话，就是139美元一个月。那你可能要分3个月才付完，那价格的话就稍微贵一点，就是按月付款等等。这里设置一下，点击这个增加。这样呢，我们已经设好了。我们付款方式就是一次性付款和一个按月付款。按月付款就是贵一点，139。一次性付款的话就便宜点，299。这个也比较简单。下一步我们来看到我们这个销售页面 Sale Page。在这个页面的话，我们可以对我们的页面的话进行进一步编辑。我们可以先点这个眼睛，大概看一下。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产品页面。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做任何编辑。现在的话，我们就来更改一下它。这个销售页面的话，包含3个部分。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销售页，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付款页、结账页，第三个的话就是感谢当他付款以后的话会显示的一个页面。来编辑一下它，我们点击这个，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那可以编辑一下。在这个销售页面，我们可以加非常多的内容。我们可以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加上我们的横幅这张图片，这个横幅图片，可以加上 image。可以加上图片和文字，可以加上纯文本，这里是纯文本，可以加一些有图片有文字这样的一个网格的这种形式，还可以加上一个课程的这里一个课程链接，还可以显示一个价格这里价格，等一下我们来进行设置一下它。那等等左边的话还可以加很多内容，里面的所有内容的话我们都可以进行更改。那我们可以拖动的话更改一下它位置，比如说这两个我想交换一下没有问题，直接拖动就可以了。3个点也可以重命名可以复制，可以隐藏，可以删除都没问题。这个销售页面的话就跟我们网站一样，我们可以对它里面的颜色，比如说这种颜色你不是很喜欢，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更改一下。点击还是可以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回到后台的话，我们点击左边有一个站点，就是这个按钮，我们点一下它这里有个主题，就是这个按钮。那我们可以在里面更改一下我们这个主题的一些颜色。但我们可以更改我们主题的颜色，那就是下面。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更改，比如说我们的 logo。这里可以上传你的一个 logo。如果有 logo 的话，你可以直接传进来。没有 logo 的话，我们就可以在 Canva 里面来做一个了。有空教大家来怎么做一个我们的一个 logo。打开 Canva 以后，我们这里可以自定义配置。点击这个自定义尺寸。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logo 的一个要求，250乘一个60。我们这里改成250乘一个60。这里是像素，这里创建一个新的设计，点一下。那有空带大家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logo。那我们可以在上面打上文字，我们点击这个 text 文本这里点击增加一个标题图片，直接可以打字，比如说叫做和有空一起学习等等。那你根据你的课程的话来直接改，比如说这是简单的一个 logo。左边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图片，我们点击这个元素，那你可以在这里搜比如说我搜个学校，那等等，那里面的话你可以找一些图标。那这种带有皇冠的话还需要它会员才可以用，没有皇冠的这种我们就可以用，点一下它就进来了。
你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大小。这个全部做好以后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share分享，这里点击一个 download 把它下载下来，选择一个 GPG PNG 都可以，点击一个下载。同时的话，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个黑的一个页面，我们可以点，为什么设计？因为有时候我们背景如果它是一个白色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黑色；如果它的背景是黑色的话，我们就可以用白色。那我们怎么做呢？很简单，我们点一下背景，我们先把背景的话变成一个黑色。点击这个颜色，点击这个黑色，那背景变白了。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字的话变成一个白色。OK，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logo 都设计好了。同样的话，把这张图片的话也可以保存下来。download， 点击 download 下载电脑上以后的话，因为它背景有颜色，我们需要把它去掉。其实 Canva 里面它也可以直接去背景，只不过要会员。没有会员也没有关系，我们通过第三方网站来把它背景的话给抠掉。我们打开 Google 搜索这个 background remove 就是背景移除，里面有很多工具，你随便点一个，我点的第一个来试一下，把我们刚才的生成好的图片的话加进来，比如说这个，叫他帮我去一下背景。好，大家看到背景被去掉点击下载。另外一个颜色的话也来把它加进来吧。这里还有个黑色的，因为是一个白色的，一个是黑色的，这一样的。这里的话两个人就可以把它弄好以后，直接点 download 下载在电脑上。下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 Teachable 的后台，这里可以上传我们的 logo。点击这个加号上传，把我们这个白色的 logo 给传进来吧。因为我们刚才这个底的话，它是那种暗色调，我们就把我们的白色的这个加进来。logo 传进来的话，还可以上传一张我们学校的一个封面图，这个是学校的封面图。我们可以传一个，你也可以自己做一张，就是有空把这张图传进来。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图标，这个 icon 图标就是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它这个网站的一个图标。我们也可以设一个，我们可以把我们刚才那个直接给把我们这个 logo 前面的这个，就是这个图标的话，直接可以把切下来放进去，没有问题。有空打开 PS， 我把它切一下。打开我们刚才制作好的这个，选择这个工具选一下，或者直接按 C， 把这一节的话给切下来，切成一个正方形的，比例选1:1吧。就是这个小的一个网站图标。把它切下来后，你把它 Ctrl 加 Alt 加 Shift 再加 S 键按一下。的话，这里可以存储 Web 手纹格式。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一个 PNG 格式，一定要选 PNG。GPG 也可以 ，GPG 的话只是说它后面有个背景。全部选后点击这个存储把它存到电脑上。电脑上存好以后的话，就来到这里可以上传了。点击这个加号，把我们刚刚制作好的这个小的 logo 这个小图标看到没有传进来。点击上传，这里已经上传好了。上传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预览一下效果。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 logo 的话已经传上来了，上面这个小标已经改成了我刚才的一个小标，说明已经设置成功。我们接着往下面走，这里还可以设置一下我们字体的一个颜色。我们字体，字体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字体你喜欢的一个字体。这里选好以后记得一定要点这个保存。如果你对你之前设的字体不满意，你想恢复原来的模样的话，直接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恢复。这下面的话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整体这个颜色色调。比如说我换整个色调，换成这种红的色调。选好以后的话，点击这下面这个保存一定要点一下它。它就可以更改，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导航栏的一个颜色，我们导航栏那个链接的一个颜色，首页这个标题颜色，等等等等，里面的一些所有的颜色的话，它都会进行更改。比如说我刚才已经改了，我刷新一下看一下效果。大家可以看到我这 logo 的话已经加进来了这个颜色，大家看到我刚才设的这个红的这个颜色，它已经加进来了。下面的整体色调的话也会变，这里下面这个也变红了。它里面的配色方案比较少。有空的话还有个网站分享给大家，就是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它是一个在线的配色网站。我们点击一下左下角这个进入，这个网站里面它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配色网站。如果你不是专业的设计师，你可能配出来颜色不好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来帮我们配一下。你点击右上角这个生成的话，它可以帮你配出非常多的颜色。不过的话，它这里有4种颜色。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它只有3种颜色，那怎么办呢？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网站，点一下它。好，这里面有3种，你看1、2、3，我们选择第一个，因为颜色越多的话，你搭配起来的话，那难度就更高。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3种颜色的配色。第二个的话，它就会有4种颜色的配色，看到没有？第3个的话，它就有6种颜色的配色。总之颜色越多的话越不好配。那我们就选第一个，因为我们Teachable 的后台的话也只有3种颜色。点击这个按钮，你可以更换的话，换成任何你想要的3种配色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喜欢这种配色，喜欢这种配色，等等都可以，非常多。你觉得这个蓝色可以，那没有问题。那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这个按钮，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的颜色代码，复制一下它。那背景颜色，这个颜色的话就是背景颜色。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 Teachable， 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们的一个，比如说背景颜色。这里点一下它，把我们的颜色代码的话，把我们的颜色代码直接粘贴到这里面来。我们的保存，直接点击这个保存，这里显示保存成功。我们来刷新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底色的话，它已经被更换了。底部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这底色的话已经更换了。这个还是非常的简单。那每一个颜色的话，你都可以进行更改。那我有风的话，还是选择它这个默认颜色比较好看。我还是选择这个颜色。选择好以后点击保存。只能说你在上面没有你满意的颜色的时候，你可以用到这个网站去帮你配一下颜色，没准能找出一个比较好看的颜色。我觉得这种颜色也是不错的。那全部设好以后，记得一定要点一下这个保存。好，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这个页面，我们可以刷新一下看一下效果。因为刚才有风已经改回去了，我还是觉得它默认的这个配色好看。PS 关掉了 ，PS 太淡内存了。这个颜色我还是改回来了，我还是喜欢这种浅一点的颜色比较好看。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这张图片背景图片，我们来更改一下。背景图片，如果你自己有图片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它，点击这边就可以把它换掉。没有的话，你可以说，比如说你可以去 Pixabay 或者 Pixabay 上面来寻找一张，比如说我找了一张办公室的照片。那 Pixabay 的话，它是一个免费的素材网站，那里面有非常多图片，那你可以免费使用。那如果你没有找到合适的话，你可以叫 AI 帮你生成一张也没有问题。那有风的话，来用 Midjourney 来帮我生成一些想要的图片。比如说我找了半天没找到一张我想要的一个办公室的图片，现在的话我用 Midjourney 来帮我生成一张。我给 Midjourney 我打一个斜杠，输入 Imagine Pro， 然后填入的话我办公室的一个，后面的话你可以用英语描述一下你想要的办公室的一个场景。这里后面比例横杠 AR， 这里改成一个16:9，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横的一个图片发送给他。关于这个 Midjourney AI 生成图片的工具，那有风之前也出过教程详细的链接有风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对于 AI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这就是有风之前已经生成好的一些 AI 图片一些办公室的一些照片它一共会生成4张，1、2、3、4。如果你觉得你喜欢第3张，你就点一下 U3； 那喜欢第2张，你点一下 U2。点了以后的话，它下面的话会帮我们把这张图片放大，点一下它。这个时候你可以点击在浏览器中打开，点击右键把这个图片保存到电脑上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后台进行更换。我们点一下它，这里的话可以点击更换图片，把我们刚才的图片给上传进来，点击这个加号。这张图片我觉得可以，我就点一下它。这里点击一个上传。好，上传以后稍等一下。上传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还有文字，我们可以把它更改一下。这些文字的话，可以填入你的一些课程的一个介绍，那你的一些 slogan， 那我们都可以用。如果你不会写的话，我们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比如说我把我的提示语是这样的，我说美国有名的营销大师有哪些？我想要 GPT 的话，用这些营销大师的口吻来帮我介绍一些课程的一些简介。那有比如说科内特，有大卫奥格威，那有汉德利，那有帕泰尔，那等等的非常多。你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一个营销大师，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卫奥格威他在广告创意和品牌建设方面有深远的影响比如我们现在用他的口吻来帮我们写一个 slogan， 写一个产品的一个介绍。我等一下就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我
我说假如你现在是大 V 凹个 V 啊，请你帮我写一个 YouTube 的一个新手教程啊，写一个课程的一个简介。那我们用他的口吻来试一下。这里的话，他已经帮我们写好了。他已经帮我写好了。那如果这个人他写的你不满意，那我们可以换一个人，比如说换成这个夏马海德，复制一下。这个其实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如果你的文案文笔功底不是很好的话，啊，可以不妨交给 AI 来尝试一下。好，差不多你觉得可以了。比如说我们把它复制过来，啊，这里有这个文字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啊，这里就是更改一下它的文字，把它换一下。好，换了以后啊，这边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更改过来了。啊，下面的字的话我们也可以改啊，本课程啊等等等等。那你们在做的时候的话，还是不要直接复制，还是稍微更改一下。啊，有风这里只是做一个案例讲解，把它粘贴进来一下。那它直接啊，这里可以了啊。本课程将引导你怎么样使用策略888啊，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啊，下面的话这里可以选择，他点了这里下面有个按钮，点了以后他会去到哪里？啊，比如说点了以后会到我们结账页面或者其他页面的。其他页面因为现在我们还没建，这里还选不了。等一下我们建好以后的话，就可以在这里进行直接的一个选择。啊，这个按钮上面的字的话可以改，你可以改成比如说马上报名，好，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在后面的话，因为有点看不清，那可能我们需要把背景的话稍微再暗一点。啊，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设计按钮，我们可以把这个颜色的话，啊，先调成一个黑色。我们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背景的一个颜色。那现在背景的话已经暗下来了，但是我们前面的字的话看不清楚了。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来更改一下颜色的字的颜色。我们选中它，点击这个字的颜色，选成一个白色。啊，是不是就看得清了？同样的选中它的这里颜色，这里我们选成白色，好，这样就看得清楚了啊。背景颜色调暗，把前面的字变成白色，那基本上问题不大了。那接下来我们往下面走，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更改。左边的话，你可以换成讲师的一些颜色，换上你们课程老师的一些图片。点一下它，左边的话我们可以替换一下，还是一样的，点击这个加号，那可以把我们比如说有风把我自己的照片给传进来，我们点一下上传。这是有风夏天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右边的文字的话，同样我们需要更改一下。那我们需要一个个人介绍，那不会写的话，我们同样来交给 GPT 来帮我写。我说我准备推出 YouTube 课程，教大家怎么样在 YouTube 上赚钱，请帮我写一个简介。下面的话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好，可以复制一下 ，Ctrl 加 C， 帮我们把它粘贴过来吧。这个小的这个字类我们粘贴过来。背景的话有底，我们先这样，在上面粘贴一下，把它去一下格式，再粘贴进来。这样就可以了。上面的话可以来一个，也可以改一下。比如说这个叫这个样子，关于有风，好 ，OK 有点意思了。那这样的话，个人简介呢差不多写好了，你也可以写稍微长一点都没有问题。比如说后面的话可以再加个我的故事，下面的话按个回车，把它加粗一下吧。好，按一下回车，再来一下，复制过来，好，再粘贴进来，好，可以了关于有风我的故事等等。当然了，这只是 GPT 随机帮我们生成的。那你们自己真的在推出课程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稍微好好写一下写的真诚一点。那下面的话还可以加一点具体的一些介绍。那你可以写一下你的经历等等等等。那比如说这里我把它为什么选择我的课程，我把它复制一下。同样的话，我可以把它粘贴进来，粘贴进来，上面改一下，改成为什么选择我的课程。OK， 这样差不多有点感觉了。上面的介绍我们都写了一下接下来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来更改一下这里面可以比如说这里可以加上你的具体的一些课程的一些介绍这个每个课程比如说这个是什么课，这是什么课图片换一下，那下面的文字再换一下都没有问题接下来来到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课程的一些具体课程因为我们刚才设计好了这个地方都可以进行一些显示，这里有个课程列表大家可以点击这里可以看一下。那这里课程的一个具体价格，我们这里可以改一下，点一下它，那左边的话就可以更改。比如说我们这里选择一次性付款，有一个
还有一个比如说按月付款有2个，我们都可以把它选进来。这个文字的话，我们可以改，比如说改成一个马上报名。好，这样的话差不多就改好了。我们上面从上到下来大概看一下。下面的话不必要的一些东西呢，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删掉。那你如果还有更多的东西，你也可以填进来，但是的话也不要搞得太复杂了。不需要的话，我们就选中它，拉到最下面，这里有个删除掉。同样的话，下面这里也有不需要也直接把它删掉吧。点击删除。这下面这里邮件列表，那你觉得有必要留下，你就把它留下。不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把它删掉，也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差不多整个页面比较简洁了。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增加一个视频介绍。所以现在的人的话，更多的话喜欢看视频，可以用手机或者用你的单反的话，你可以录制一个个人介绍的一个视频，可以把它加进来。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点击这个增加一个新的区块，点击这个视频，点一下它，一定要点击这个3个点，点击一下增加，不然这边的话是增加不成功的。直接点击这个按钮增加，这样的话我们视频就增加进来了。这里有个视频标题，你可以介绍一下。好，下面的文字信息你不需要的话，你可以把它删掉。视频的话也可以更改一下，点一下视频，这里可以上传一下视频。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个人简介的视频的话传进来，比如说这个是我的个人简介，我把它直接传进来。好，这就是我们的视频传进来以后的话，可以挪动一下位置，比如说我把它挪到上面一点去，点击这左边这6个点，我把它移到最上面来。因为这些比较重要的信息的话，我们最好是往上面挪。全部设置好以后呢，大家记得一定要点一下这个更新。更新以后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预览一下效果。这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做好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效果。YouTube 新手教程数字时代社交媒体营销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马上报名。我们点一下它它就可以跳转到一些对应的一个页面。因为这个页面我们还没设置好，等一下我们就来设置。这个就是视频。视频的话上传以后要等一会儿它才会显示出来，它需要处理一下。这里关于我的一个介绍为什么选择我的课程等等写一下。这里的话你可以你的具体课程的一个具体展示。这里的话，你的一个具体课程列表，我们可以点一下它，那我们就可以跳转到我们这个课程页面。因为这个课程页面你需要付费以后才看到，你没有付费的话就会显示这里有个锁如果你付费登录以后，那就可以看到了。接下面的话可以选择你的付款方式你是一次性付款还是按月付款等等。这个页面全部弄好以后的话，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编辑，那也可以直接回到这个页面，我们进一步编辑这个页面差不多了，现在已经记得一定要点一下这个更新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下一个页面。我们返回一下，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这个付款页面。对了，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还可以增加多个销售页面。那你可以点击这个增加一个新的页面。为什么要增加新的页面？比如说有时候你刚才你最好前期的时候，你多做几个销售页面，那你来测试一下哪一个销售页面效果比较好。比如说这个页面我也可以重新设计，再布局一个页面，和刚才的页面可以完全不一样。我们来测试一下，比如说你要投广告的话，你可以把广告投到不同的页面测试一下，最终哪一个产生的一个成交产生的转化率比较多，那我们就选择哪一个页面。这里的话你不需要的话，你直接也可以把它删掉，也没有问题。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来怎么设置一下我们的付款页面，也就是订购页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编辑一下。这里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客户感言。先来预览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来预览一下。因为这个付费，因为我们是免费计划，那这个页面的话我们启用不了，我只能我们自己看得到。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预览一下。预览的时候我们需要先登录一下，因为他刚才说了，这个页面的话你只有你自己登录你才看得到，付费计划呢是启用不了这个页面的。我们自己先登进来看一下吧。登录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一个结账付款的一个页面。那它里面的信息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信息当然这些大概的一些内容的话，付款方式的话我们现在这些都不用改它，我们主要改一些细节的东西就改进来。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加一个客户感言比如说你有其他学员他们看了你的课程以后觉得非常有用，他可能写了一些感言。前期的话你可以把
你可以分享啊，给前期的话你可以免费分享给一些学员看，他们看完以后，他可以写一下他的一些感言。如果前期的话你没有的话，你可以叫 GPT 的话帮我们写一下。我说 GPT 帮我写2份客户感言。GPT 写好以后，比如说我的第一个感言是小明写的，那第二个的话是小丽写的。等等，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头像给上传进来。头像的话，有风的话用 Midjourney 生成了一个，比如说一个美女一个帅哥的照片，那直接 Midjourney 可以帮我们生成，而且它 Midjourney 生成的图片的话，非常的真实，给大家看一下。现在 AI 的话真的非常的强大比如说这个是小丽，她是我的学员，把它图片加进来，点击这个增加，选择一个文件，把这个美女加进来。好，这个是小明的照片的话，我们也可以加进来。好，我们可以把客户感言直接给复制进来。好，我们粘贴到这个位置比如说参加了哪个谁谁谁的课，感觉怎么样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同样粘贴进来。记得弄好以后点一下这个保存。保存以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页面显示的是什么效果。我加了这些东西的话，可能转化率会稍微高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那就可以看到我们客户写的一个客户感言，比如说参加了有风老师的一个 YouTube 新手课程，怎么样的，大概就是这样子，让我在 YouTube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等等。那我们继续往下面拉，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个课程的一个亮点。这个课程亮点的话，如果你不会写，那同样我们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写。我说帮我写5个课程亮点，那用中文写。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比如说课程亮点对，点击这个加号，这里的话可以加5个课程亮点。你这里可以写上你的一些课程的一些特点或其他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复制过来，直接你就可以把它复制过来了。而且你们可以借助 GPT 的力量稍微帮你想一下。那当然也不能完全依靠 GPT， 因为它有些东西的话确实比较呆板。有风这里只是做一个案例讲解仅供参考，全部已经设置好了，可以点一下保存。这下面再来，这里有个课程保障，也什么意思？你可以提供一个，比如说14天的一个退款保障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一个顾客的一个下单率提高一个转化率。有些人他不知道你的课程怎么样，如果你跟他提供了一个14天的一个退款保障的话，那就没有问题。我可以改一下，比如说14天的一个退款保障把你下面的一些具体的来改一下我们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吧。好，这个 GPT 写好了，我们复制一下它，粘贴到这里面来。OK， 完了。我们来最后记得一定要点击一下保存这里保存了，我们来预览一下效果。来点击这个按钮预览。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概的一个效果往下面拉。这里有个客户感言这里有个课程亮点就进来了这里有个14天的一个无条件退款保障等等这全部的话已经设置好了。那这些付款的这些结账的一些页面的一些信息的话等一下有风会详细教大家怎么样设置。付款页面我们现在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设置我们的下一个页面，那也就是我们这个感谢的页面。那同样我们点击这个，就是它付款以后的话，我们会跳转到这个感谢的页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编辑。那这个页面的话，和我们刚才的话第一个页面的话都是差不多的。那这里比如说这里字的话，你可以改成比如说感谢你的信任等等。那下面的话你可以打上一些字，比如说随便复制一下。下面的字的话稍微改一下，下面有底没关系，我们在上面把它取一下格式，再粘贴进来。好，差不多了下面的按钮可以更改一下，点一下它，这里可以改一下，比如说开始学习，可以这里可以跳转到页面，我们默认的话就可以了一定记得点一下更新。这个我们这也可以在最后的话加个视频也没有问题和刚才的方法一样的，这里增加一个新的区域点击这个视频点击这个 add， 一定要点一下它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的话传进来，点左边拉到最下面，还是和我刚才一样，这里你也可以录制一个视频放在这个页面上传一下。好，这样的话我们的视频就传进来了。我们可以拖动一下这样6个点，把它比如说放在最顶上吧它就跑上来了
里面的信息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感谢你的信任，下面的字的话可以更改一下。OK， 差不多了和这个有点重复了，没关系，我们直接把这个删掉吧，直接删掉就行了。差不多要感谢你的信任等等的，我们深信我们的课程将为你带来有益的学习经验等等记得点一下更新，我们可以预览一下效果这里就可以了。OK， 差不多了这个页面等一下它才会出来，因为视频上传完以后的话需要等一会儿。我们点击一个开始学习以后，它就会来到我们这个学习页面，那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来选择一个课程进入一个开始学习。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页面的话，那就已经设置好了。我们可以 copy 一下这个链接我们来看一下效果这就是我们设置好的整体的一个效果这里有视频。Hello， 兄弟们，我是有风今天呢，有风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形象教大家做一个会说话的一个动物人物。OK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其实还是非常简单，也没有多难了。点击这个马上报名它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这个付款的页面，有我们刚才设置好的所有的一些信息这里直接可以点击白牢。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接下来我们设置一下我们的域名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默认的话是在 Teachable 下面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域名这种域名的话看起来的话就非常的不专业，因为这个域名确实太长了。我们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域名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Site 站点，这里选择一个域名，这里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域名，点击增加比如说我是有风2026等等，这里加一个 Teachable。那如果你是免费版本的话，就不能用你自己的域名，那你需要付费以后才可以用你的域名。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个增加，比如说这是你增加进来的域名，点击这个3个点，你给它设置一个主要的一个域名。这里在处理它需要一点时间处理好了，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首要的一个域名这里还可以增加一个域名。如果你付费以后的话，你就可以增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域名。那每增加域名进来的话，那其实还是非常的简单。那我们需要把你的域名的一个服务器的话，绑定过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学习更多，点一下它里面的话有一个官方的教程，就是教你怎么样把你自己的域名给绑定过来。那如果这边英文你看不懂的话，你可以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那把这个页面的话，那就给你翻译一下翻译好以后，他会教你怎么样把你的域名绑定过来。那有风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有风用的是 Hostinger， 我之前在 Hostinger 买个域名Hostinger 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便宜经济的一个主机。如果需要做网站，小伙伴可以打开这个 Hostinger 来买一个。它上面支持语言非常多，比如说它还支持中文。我们先点一下它，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中国。这样的话，它的页面的话就跳成一个中文的界面，而且它还支持支付宝的一个付款，非常的方便。有需要做网站、有需要域名的，可以来这个网站来购买。可以点击这个登录有风登录进来一下，就来到我们的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你们每一个域名每一个主机商可能后台的话略有不同，不过大概的方向是一样的。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域名这里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域名，比如说这是有风的一个域名，我们点一下它，左边有一个DNS 域名服务器，我们需要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域名服务器。那这里的话你可以修改 DNS， 那也不改也可以如果不改的话，你这里的话就可以加上一个别名比如说这个 CN 这个别名，那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更改一下，你可以点击这个编辑按钮，那你把这个目标值可以稍微更改一下，那更改为我们刚才这个域名，比如说这个更改一下 Ctrl+C 复制一下，把它粘贴进来。粘贴进来以后点击一下更新需要把你的域名的话解析过来，解析到我们这个 Teachable 的后台。那具体的一个详细操作的话，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页面都是非常的简单，直接点击这个按钮你就可以进去学习每个主机的话可能操作方式略有不同。我们接下来往下面走，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导航，那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页面的一些信息，那可以设置我们页面上显示哪些信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比如说有导航栏，那都可以在我们这个位置的话进行一个删除增加。那它需要显示哪些按钮，需不需要显示登录注册，你这里可以启用或者说关闭都没有问题弄好以后这边都可以看得到。
底部的话，你也可以底部可以加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拉到最下面，大家可以，但我现在下面底部啥都没有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进行添加，可以增加一个按钮，比如说我的一个 YouTube 的一个可以跳转到，比如说我的一个油管的一个官方的一个首页这里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油管的一个链接放进来这里可以选择在新的窗口打开，点击 Yes 可见的话，所有页面可见，选择这个点击增加链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链接的话就加进来了。我们可以还往下面走这里可以设置一个个人的一个简介刚才的话有风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我们可以在里面稍微修改一下你个人的信息，点这支笔这里有个 page 这页面比如说这里还可以设置你的一个隐私政策这里的隐私政策，你网站的一些服务条款我们都可以在里面稍微更改，或者说删除都没有问题，点击这个按钮更改。你还可以在这里增加一些新的页面产品页面的话，你可以选这个，比如说刚才我们做的这就是我们的产品页面，可以更改一下。这里可以关注我们的，有评论的话，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评论接下来来到我们的设置页面，我们简单的设置一下，点击这个设置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名字这里我们学校的一个名字这里我们可以更改你可以点击编辑按钮稍微更改一下我们这个学校你这个学校的一个名字，这里就可以更改。这里还可以设置一下你的邮箱，比如说有人给你发邮件以后他会回复到哪一个邮箱，我们这里可以编辑一下它邮箱的显示，你给他发邮箱显示的名字的你可以改比如说有风这里可以改所有这些都可以改。学校的一个开启状态是不是开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关，你不想开的话，你就可以点击这个，你把它全部关掉下面的话可以启用一些验证码等等。好，接下来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些付款，我们可以来对我们的付款的一些方式进行一下更改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一个你的国家，比如说我在中国，我就选中国，选择继续，选择你的一些收款方式，把你的 PayPal 账号的话给填进来PayPal 账号填进以后的话，我们点击你是个人或者公司，比如说我是个人，就点击个人选择一种你每年的话一个大概的一个销售额，你这里可以选一下，点击继续。好，这里有个叫做 Back Office，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所有的付款的话托管给他们，有什么好处来给大家看一下，可以让你更轻松。那每笔交易的话，它要收取一个2%到2.8%的一个服务费，它可以帮你比如说自动的话帮你的款的话付给你的一些作者，或者说你的一些联盟营销成员。那如果你有加入联盟营销的话，那如果你还有其他作者的话，如果你的课你还有其他老师上课，它可以自动帮你操作税表这些的话，它可以自动帮你提交了，你这些税的话你也不用管还有一个的话可以启用这个 PayPal 的一个付款这个的还是比较方便前期的话，你可以根据你实际情况要不要启用这里的话，比如说我启用，我点一下，我觉得 PayPal 付款还是很重要通过 PayPal 付款提高你的销售额我们点击 Yes 这里可以填入你一个你的类型你的单价点击一个完成。它这里的话就差不多全部设置好了有这个工具的话，它可以全部帮我们处理好我们的一些付款或者一些税表了等等。这里点击一个确定。总之的话，设置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简单，这也没什么了，因为整个流程的话，整个平台早已经跑通了接下来是税收，在那个填这个税的信息之前的话，那你需要把你的地址真实的地址给填进来。如果你在欧洲的话，做这个生意的话，你的学生的话，你还填上你的 VAT 等等。这里还可以填上你的一个价格的话是否包含一个税收你可以把它包含进来也没有问题这一些的话都是一些税收具体的一些东西有风这方面呢关于税收也不是很懂专业的小伙伴可以去多研究一下，多咨询一下律师等等这里一个消息的话里面可以通知消息，比如说有新的学生加入你的学校要不要通知你，那有新的学生呢，比如说报名了的课程要不要通知你，可以这里关掉或者开启，那都可以这里有个计划这里也可以升级更改你的计划，因为有风现在是用的免费计划的限制比较多如果你后面真的通过这个 Teachable 终于招到了学生赚到了钱，真的建议大家可以
开启付费计划以后，你就不会有交易费了，因为免费的话它是有个10%的一个交易费。那这里账单可以看到你的一些具体账单。有风现在是启用的免费计划，其他的话都非常简单了。那这就是本期有风给大家介绍Teachable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流程。其实整体的话，整个平台的话，它早已经其实整个流程还是非常简单，因为平台的话早已经把整个流程的话给跑通了。你要做的就是把你要花更多的精力的话，录制你的课程打磨你的课程，把你的课程的话做出来非常专业，上传到 Teachable 里面，连接到你自己的域名，你可以付费推广，你可以通过广告竞价，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投放广告，也可以通过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免费视频来推广你这个课程。当然的话，你也可以在里面启用联盟营销叫其他人来帮你一起来销售你的课程。最后的话呢，祝你在2024年的话课程大卖，做出你的第一个线上课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本期用到的工具链接的话，有风也放在视频下方。